我是小马。那不知不觉呢，2022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大家这大半年都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包呢？那小马2022年可以说是一如既往的忙碌，几乎每天都在工作，然后当然也还有生活哈。但是作为一名典型的摩羯座，我是每天都非常享受着这种忙并快乐的日子。那今天呢，小马就准备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上半年使用频率最高的6只包。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介绍的呢是灰的这3只，没错，就是我上半年使用频率最高的3只通勤包。我之前的通勤包呢，经常看小马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一只 Birkin 25的松柏绿和一只 Birkin 25的金棕色。那2只呢，我用了还蛮久的，但是今年的话呢，突然就看大象灰越来越顺眼了。那除了忒班的大象灰，小马今年也刚刚入手的这一只25厘米的寄语云灰，然后我今年用的也是比较多的。但如果是寄语云灰和大象灰对比的话呢，其实我可能还更喜欢大象灰会多一些，因为我感觉大象灰的灰色是比较暖色调，好像会比这一只寄语云灰更显白，但纯属是我个人的感觉哈，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种灰色。那除了这2只 Birkin 之外呢，我今年拎这只内缝的 Kelly 28厘米的频率也是蛮高的，反正基本上每天上班就是这3只包切换着用。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感觉哈，Kelly 的这个内缝会比 Kelly 的外缝使用频率呢会高一点，可休闲可正式。然后呢，这个颜色呢是银河灰，和大象灰还有寄云灰对比一下，它颜色还是和大象灰色更接近一点，但是大象灰色呢比较接近于棕色，然后银河灰的话呢就会比较偏白，不知道镜头前看会不会看得出来，肉眼看呢还是挺明显的。那灰色系的爱马仕包呢，保值度一直都是很不错的，颜色的名字里只要有带了什么什么灰，它的市场价值肯定都不会差的。但大象灰肯定还是灰色系的王者，目前还没有别的什么灰色系能够超越它。总而言之，想要实用度和保值度兼顾的宝宝们，入手灰色系是非常推荐的。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这个金棕色的令迪26厘米。其实小马平时出去带女儿吃个饭呀，然后穿比较宽松的时候呢，都会拎它。一个是它的内容量真的没得说，然后这个颜色呢也是百搭的金棕色。大家可能喜欢 mini 令迪会比较多， mini 令迪在小包中算是非常能装的了，但是我毕竟要带2个娃出门，尤其是我们家那个小的2宝，出门的时候会给他带小水杯呀，还有小玩具、小零食之类的，所以令迪26这个尺寸对于我来说带娃是刚刚好。然后平时带孩子出门的话呢，花园包也是比较好用的，但是花园包的话呢，就得用手那么一直挂着，有一只胳膊就没有办法动。背令迪呢，我就可以2只手全部解放出来，一手牵一个娃。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最近几个月出门街拍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这2只稀有皮扣的康康，一黑一白，出镜率很高，特别的出片。一只呢是纯白色的康康19，还有这一只呢是黑色的康康19。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有说过，康康的包款我最喜欢的呢就是 A 巴卡拉皮。我的这只纯白色的康康呢，就是 A 巴卡拉皮的，它继承了 E 皮和 S 皮的优点，它不仅有 E 皮的硬挺度，还有 S 皮的细腻感，显色度也是相当好的。然后这只黑色的康康呢，是新的皮质木锈皮，它皮质的质感呢介于 E 皮和布库斯皮之间，细看它的话呢，表面会有像E 皮的那种颗粒感，感觉呢就有点像磨砂的布库斯皮的那种感觉。康康19这个容量，我觉得除了出门必带的手机零钱包，平时逛街的时候带个粉饼啊、口红啊，都是可以装得下的，可以说是颜值和实用性兼具了。那和刚刚说的迷你令迪比起来的话呢，我个人还是会更偏向于康康这种比较板正的包款，我觉得比较适合我。然后这2只康康呢，扣子都是稀
有皮的，一个是蜥蜴的，一个是鳄鱼的，拎出街回头率都是很高的。每次背这2只包，总有不少人盯着这个扣子看。我觉得纯色配稀有皮扣就有一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我个人也是特别的喜欢。大家如果有遇到这种特别好看的特殊皮扣，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入手的，因为像这种特殊皮扣非常稀有，所以它的保值度也是非常好的。我看很多博主会拿康康19和 mini 的猪鼻包做对比，我个人觉得这2只包最大的不同就是康康可以这样肩带折起来，然后呢就可以当腋下包用，然后猪鼻包的肩带呢要比康康稍微短一些，只能斜挎或者是单肩背。这2只包呢我个人还都蛮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康康这样折叠起来背起来，我觉得背起来更上相、更好看、更有女人味儿、更气质一些。那这些呢，就是我上半年度使用频率最高的6只包包。不知道大家2022年上半年都过得怎么样？小马反正像视频开头说的一样，基本上都是处于埋头工作的状态。然后就在今天早上呢，在我家里的菲律宾的阿姨就突然跟我说她之前工作的那个公司倒闭了，就是一个清洁的公司嘛。然后其实她身边的那些就是跟她一起工作的菲律宾的朋友嘛，就是看他在我们家不到1年吧，胖了10斤左右，就是觉得在我们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就有问他说你们家还招不招工人？然后其实我就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跟小马一起工作的同事员工，大家都是女性偏多的，然后无论是有宝宝没有宝宝的，其实大家在生活上都是需要一些资源的。所以在后半年呢，我有一个这样小小的梦想，就是一方面呢可以解决就是现在失业的这些，比如说菲律宾也好呀，或者是其他国籍也好，这些员工，想给他们去开一个小公司。然后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可以内部的我们的女性员工可以享受这些福利，然后特别是一些公司所谓的高管，他们其实陪孩子呀，还有做家务的时间是非常少的。作为公司的福利之一吧，想把这些做家政的阿姨，然后派到家里边去帮忙。作为我个人而言，其实我的梦想之一也是想为这种一边在职场拼搏的女性提供由内而外的更多的一些精神的支柱，可以让大家做自己喜欢的事业。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想看更多内容，别忘了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